大家好，现在来给大家更新一款儿童的小大衣，这里用的是3股的松鼠绒线，针的话是4.5毫米的一个棒针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根不同颜色的线，这根线的话我们弄成双股啊，然后在中间给它打一个结，套到我们的这个针上去，给它拉紧，然后我们把这2根线给它笔画在这个针的下面。用我们要织的这根线打结，然后也是套到针上，压过针和线啊，穿过针和线，给它拉紧。我们现在开始来起针，我们这里准备是织1到2岁小朋友穿的，那我呢就起一个82针。首先我们把这个线放到我们的针下面，然后从外面往里面去绕线。这样绕了1个线圈就代表1针，现在又回到了针下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从外面往里面去绕，好，又回到了下面，从下往上，从外面往里面，从外面往里面啊，从下往上这样去绕，1个线圈呢就代表1针，这个起针的这一针不算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我们要起82针，那我们就绕82下。我们一边绕一边数了是82下了，然后我们再绕一下，就给它把这个绿色的线给它拔出来一点，然后往我们的织线上面一搭，这就形成了一个交叉点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织。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全部织下针，全部向下去编织，一边织也是一边数，我们数一个82针啊，这样子全部织平针。好，大家自己把这82针织过来。那82针我们数好以后，把两边的这个线啊，给它打一个结，防止它两边脱落，两边都要打结。然后我们再翻转。现在我们开始来排花。这里的话，我们有一个7针的门边啊，先来织个7针的门边。第1针我们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第2针织针下针。好，剩下的这5针我们来织花纹。上针的这个疙瘩挑起来，然后绕线，从这个交叉处给它上圈，然后给它退掉。再织1针下针，上针的这个疙瘩圈挑起来啊，上挑，再绕线，然后从这2根线的疙瘩交叉处穿过来，再退掉，这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了，1针、6针，好，再织1针，上挑，绕线，从交叉处上圈，退掉，这就是7针了。这7针是门边啊，不变的，每次正面都是这样织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来排列这个花纹。好，大家看过来啊，这里的话都是重复的，2、4、2、4。2的话就是代表2针下针，那我们就向下织2针下针。4的话是1组灯笼花，就是4针为1组花。这4针的话，它是先把中间这2针向外翻，放到上面啊，从上面往外去翻，我们给它穿过来，从上面去把中间这1针穿起来，那第1针从后面穿过去，然后给它织下针。好，这1针是中间针，这面是外的，把它放到上面，所以说我们就从后面去把外面的穿起来，中间这1针从上面给它穿过去。好，就像给它调换一个位置啊，就是记住把中间的放到上面往外翻。好，后面的就重复这6针1组花去编织，2针下4针的这个灯笼花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组，2针下针4针的灯笼花。大家怎么穿怎么方便怎么穿啊，我把它挑过来。
始终记住把中间的放在上面往外翻。好，这2针一样的，把中间的往外翻，放在上面。好，那大家的话把这一行给它织，好，织到这个地方来啊，一直按这个2针下针、4针的灯笼花去给它排列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我这里用个记号扣挂着，我们来说一下啊，这里留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针的一个门边，然后2针的一个下针，4针的一个花，然后又是一个2针。好，那我们把这4针织过来，这4针是个灯笼花，我们把这灯笼花给它织好啊。好，灯笼花织好以后，我们就翻卷织物，这边就先不织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挖领引反。好，这里灯笼花在反面是上针，我们就上挑，再把线从下往上绕上来，全部这灯笼花这4针我们是织上针的，每次在正面都是上针。那2针下针正反全部织下针。好，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在反面就按着4针上2针下给它织完，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织到记号扣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也是反面啊，给它把这4针的灯笼花织完。那这边的话就也不织了，这边留的针数跟我们刚才在正面这边留的针数是一样的，7针的门边，2针下啊，4针的灯笼花2针下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这灯笼花的话，在正面的话，我们是4行完成一组。刚才正面织了一行，反面织了一行，然后我们现在的话，又在第3行又开始去给它织灯笼花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是要把外面的这2针放到上面，往里面扣。这个是外面的1针，我们从上面圈起来，往里面扣啊。这个是上面的1针，外面的我们给它放到上面去，从上面放到前面去给它织，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圆形，像个灯笼一样，对吧？好，2针下针的地方我们照织2针下针。好，这灯笼花还是一样的去编织啊，把外面的放到上面。好，把外面的放到上面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灯笼花，然后在反面再织过来，就4行完成了啊。那我们这一行的话，就全部按着2针下针，然后灯笼花外面的放到上面，往里面去扣。好，外面的放到上面，往里面去扣。好，这一行的话，大家就全部按这样子去给它编织，一直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。好，我们织到记号扣这里来了，记号扣这里的话有一个灯笼花，我们去给它完成。这里有一个2根线的啊，我们一起给它调过来。然后2根线当1针去给它织掉。好，灯笼花织完以后，这是正面啊。我们正面的话有2针下针，4针的灯笼花2针下，然后这里是7针的门边，我们把它分成5份啊，2针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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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加上这个门边，一共分成这样5份。说每次我们先织2针，引返2针，再引返2针，再引返2针，最后引返这个门边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先织2针下针过来，每次织2针过来以后，我们就翻卷织物。啊，这边就不织了啊，这就是挖里引返。然后呢，这2针正面反面都是下针，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就正调。啊，再把线从上往下绕下来，这里就变成2根线，所以说这里的话就是引返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就明显的可以区分开，对不对？第2针也是一针下针，我们就织1针下，这4针是上针，把线绕上来，向上去织。好，这一行在反面，我们就重复2针下4针上，把它给它完成，2针下4针上，好，2下4上。好，一直织到这边记号扣的地方来。好，我们这边也织到记号扣的地方来了，这4针上针给它完成。好，这边一样的，你看有一个7针的门边，好，一个2针下，一个4针的灯笼花，一个2针下。那我们这边也引返2针过来，因为这里刚才没有做这个消行的一个印记啊，所以说我们这里空缺比较大，你看。如果直接织自己有个大洞，那我们这里就给它调个疙瘩起来，然后给它2针一起织掉，这样子就没有洞了，消行了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翻卷织物，同样的这2针正反都是下针，那我们就把它调过来啊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这样子我们就做了一个消行的印记了。好，继续去织。然后这里说一下啊，我们因为在这里刚才的话我们第1行就是一边排花一边引返，我就没有加针，因为我怕就是太多动作了，大家就看起来更迷糊，看不懂。那现在我们就说一下啊，我们织一个灯笼花就加1次针，可以先加，也可以把这个灯笼花完成以后再加。我们是不是织了4行了，已经完成一个灯笼花一个圆形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一行就开始加针，这中间我不好加，我就在旁边去加针啊。加针的话，我们就调过渡线，把过渡线调起来，套到我们的这个针上，织后面那根线，这样子就没有一个洞。好，灯笼花4行完成以后，又重复去编织就行了，一直这样重复。现在就是把2针中间2针放到上面往外翻啊，中间的放到上面往外翻。好，这个是中间1针，放到上面往外翻。好，这2针我们在中间去加针啊，织1针下针，然后在这个中间把过渡线调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织1针下针，从后面去织后面那根线啊，从上往下织后面那根线，这样子就2针的地方就变成3针了，对不对？这里的话也是变成了3针啊，我是在旁边加的。好，后面的话我们就重复这样子去编织就行了。灯笼花现在是往外翻啊，4行完成1组，我们已经织了4行完成1组这个灯笼花了，灯笼花4行完成1组，后面都是重复的，大家应该已经学会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就是主要是看加针啊。这是2针下针，我们在2针下针的中间去给它过渡线调起来，套到针上去，然后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然后再织针下，这样子我们2针下就变成3针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记住啊，这个规律就是灯笼花织完1个以后，我们就给它开始去加针。本身在第1次排花的时候就要加，我没有加是因为动作太多了大家怕他看得迷糊了啊，所以说我就是织完灯笼花以后再来加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的话又是织灯笼花，灯笼花是4行完成1组。
好，大家记住这一行的话，我们记住一直要去给它在两针的地方中间地方啊，去把过渡线挑起来去加针。好，一直织到这个记号扣来，引反挖领。好，我们正面织过来，织到这个引反，我们这里不是两针下针吗？刚才这边加针了，所以说这边也要加针。中间不好加的话，我们先从这个旁边去加啊，跟开头那一样。好，引反的印子，你看这是两根线，我们一起向下去织，然后又织两针过来。好，每次两针的一起引反啊，织完两针过来以后再翻转织物。好，然后这两针的话，在正面它是灯笼花，所以说反面是上针，那我们就上挑。好，把线从下往上绕，再向上去织一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。这里的话，两针的地方加了一针，就变成三针了。所以说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就重复织三针下针，4针上，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。好，这一行的话是反面，全部重复3针下，4针上去编织。好，一直织到这边引反的印子过来，引反。好，我们又织到引反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最后一针是2根线的啊，一起织掉啊。好，这个是在反面，这4针的话是灯笼花，我们要引反2针过来。灯笼花在反面它是上针，所以说我们向上织2针过来。好，再翻转织物。好，下针我们就正挑。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再织针下针。好，这里的话3针下我们照织。灯笼花，我们这是在织往里面扣啊，把外面的这一针放在上面，往里面扣。是不是灯笼花？是不是4行？这4行完成一组，是不是重复去编织啊？好。上挑啊，把这个灯笼花外面针放到上面，往里面去扣，就形成了一个圆形。啊，这样子我们又完成了一个灯笼花啊。这一行的话就是3针下针，然后灯笼花。灯笼花的话是把外面一针放到上面，往里面去扣。外面的一针放到上面，往里面去扣，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啊。那我们就重复去编织，一直织到这边引反的地方来。好，我们这里织过来了。好，引反，最后一针2根线一起向下织，然后正面的话再织2针下针过来。好，再翻转织物。好，这4针的话，在正面是灯笼花，在反面它是一个上针的，所以我们上挑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上来。这4针我们向上织4针上针。好，这一行反面的话就是4针上，3针下，4针上，3针下针，重复去编织啊，一直织到这边的引反的地方来，4针上，3针下。好，我们织到这个引反的地方来了，3针下，2针上。哦，记住啊，这个上针的话，如果是上针，我们就把从下往上去织后面2根线啊。好，再织2针上针过来，这个是4针的那个灯笼花，然后再翻转织物。两边留的针数是一样的，在正面它是灯笼花，我们现在它可以去织灯笼花了啊，给它挑，现在是往里面去扣。这个是往里面去扣。好，这个灯笼花织完，
现在开始的话，我们已经是完成了2个灯笼花，对吧？所以说又要开始加针了。我们在这个3针的中间啊，去给它加1针起来。现在我们就是变成4针了，4针以后又开始织灯笼花。灯笼花的话，我们就是重复的去给它4行完成1组，又开始重复啊，中间的放到上面往外翻，中间的放到上面往外翻。好，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就重复在3针的地方里面去加1针出来，啊，把过渡线挑起来，套上去，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这样子3针就变成4针了。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好，灯笼花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去重复的编织。这个是往外翻的啊，中间的放在上面往外翻。就是一个灯笼花完成，又下来再重新起一个灯笼花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行给它一直织，一直织到这边引返的地方来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啊，这里剩一个4针，我们也跟这边一样，这边是往外翻。我刚才第一个的话，我是往里扣的，等下我自己去换一下。我们要跟它对上啊，刚好它满了4针了，我们也往外翻，刚好去起一个。好，这里我们又引返过来2针，剩下的就织7针的门边了啊，我们先反转不织了。好，这2针正反都是织下针的，所以说这一针正调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第2针织下针织过来，然后这里是4针的上针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这一行的话，重复4针上4针下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大家按4针上4针下给它织完，织到这边引返。好，我们又织过来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先前我们织这个灯笼花的时候没办法引返，所以说这里如果直接织的话又是个大空缺，所以说我们没办法引返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挑一个疙瘩起来，跟它一起织啊。这里是2针下针，线得放下去，织2针下针。好，剩下的这个7针的话就是这个门边了啊，我们不织，反面的话我们织好了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来织正面，这个是下针，挑过来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再织1针下针。这里刚才的话我给它应该是往外翻，我往里扣了，我们移一下啊，跟这个一样。这一排的话我们都是往里扣的。好，现在我这里弄好了，我们这里开始织啊，还是4针下针，然后灯笼花。灯笼花的话，这一行是往里面扣，就是外面的1针放到上面，外面的1针放到上面啊。好，我们就重复去编织就行了。这一行我们不用加针，直接的4针下针，然后一个灯笼花。灯笼花是往里面扣，不要织错了啊，织到这边来引返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最后2针下针。好，这里的话是7针的门边，我们要跟它这里对称啊。这里的话我们先挑花，上挑，然后绕线，从交叉处上圈，再给它退掉，然后织针下针。好，隔1针织个花啊，然后上挑绕线，从交叉处上圈再退掉，然后再织针下针，上挑绕线，从交叉处上圈再退掉。最后2针我让它织一个辫子针啊，1针下1针上，这2针始终在正面是不变的，然后翻转。在反面这2针注意一下，因为这第1针是辫子针嘛，那我们就正挑，
第二针的话，我们不织，把线绕上来上挑，然后再把线放下去，这样子这一针始终是在正面是下针，然后它就是要蓬松一点。好，这里的话5针全部织下，3、4、5，好，这7针门边就织好了啊。正面排花，反面的话全部织下针，就是注意这前面2针正挑，绕线啊，挑过来，再把线放下去，再织5针下针，这是不变的。好，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它是下针，我们就织下针；是上针，我们就织4针上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这一行重复4针上4针下。好，这4针下4针上给它织完，一直织到这边来引返啊。好，我们织得过来了，最后2针下针。好，剩下的是7针的门边，这7针门边在反面的话，记住啊，这里织花的这5针全部向下去编织，全部织下针，每次反面啊都是这5针织下针，然后最后2针注意，我们倒数在这边的时候，倒数第2针是不是绕线上挑的？那我们这里也绕线上挑啊，上挑以后再把线放下去。好，这里第1针是不是下针？所以说这里最后1针也是下针，那我们就向下去编织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我们已经把衣领引返好了啊，那我们就正式就是每排都是从开始织到结尾啊，然后说从用反面的开头要织到这个反面的结尾，就是这样子重复去织了。然后我们再说一下，我这里织的是一个1到2岁的，且是82针。我是先织完一组花，就是灯笼花，以后去加针的。如果大家就是把视频看到这里了，你们会的情况下，可以先加针，再来织完一组灯笼花啊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为了挖领啊、排花呀，太复杂了，我就是织完花以后再来加针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织大的，一定要先加针啊，就是在排花的时候啊，这里一开始排了那个门边以后，就开始在2针中间去加1针，然后再排4针的灯笼花去排花，明白没有？好，这里是1到2岁的，截一下图，针数，这是3到4岁的，8到9岁，5到7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开始了，就从头到尾我再给它织一遍。衣领引返以后，引返完了，我现在就正面反面给它去织一个来回，后面都是这样重复去织的。再强调一下啊，小孩大一点的一定要就是在第1次在织这个灯笼花排灯笼花的时候就开始去给它加针。我是织完一个灯笼花以后再加针的，织完一个灯笼花再加针，织完一个再加针。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话又织完又开始加针了。现在的话我们说一下这个门边的这个7针。第1针是上针，它是个疙瘩嘛，就上挑，然后再把线放下去。第2针织下针，这个每次正面都是不变的。至于这5针织花，它是错位的去织的。第1次我们是这一针去挑花，这一针织下的，所以说第2次我们就错开，这一针织下针，这一针挑花。挑花就是把这个上针的疙瘩上挑，然后再绕线加1针。然后从这个交叉处啊，这2根线的交叉处上圈，再给它退掉。如果你织到后面你忘记不知道哪一针该挑花，哪一针织下针，可以看得清楚的。你看这个上次挑花它是2根线，这里有2个杠杠，所以说这一针我们就织下针。那这一针的话它只有1个杠杠，那我们就知道是挑花，上挑再绕线，然后再从交叉处上圈再退掉。好，大家看明白了没有？没看明白的就重复多看几遍啊，这样子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这7针呢完成了，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正式部分了啊。这里也开始加针，这里不是有2针下了吗？那我们在中间的部分去给它去加1针，这里就变成3针了。好，然后这里的话开始灯笼花又开始去起啊。
我们已经又完成了一个灯笼花，是不是要开始加针了？每次完成一个灯笼花，再起第二个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去加针啊。但是呢，一定要记住，你织大小孩的，你一定要先加针，就是我们排灯笼花的第一排就开始去加针。好，我这里又开始加针啊，在2针、4针嘛，4针我们在中间去加针。每次完成一组灯笼花就是4行，4行以后我们再去加针，重复这样子去织就行了。后面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组啊，在2针的中间去给它挑起过渡线，去织。后面如果我们5针没有中心点的话，偏1针没事的啊，有中心点找中心点加针，没中心点偏1针没事。好，灯笼花的话就是记住，开始的话是往外翻，中间的2针往外翻，放到上面。后面的话是外面的放到上面是往里面扣啊。好，后边的话都是重复的，大家就自己去完成。我们知道这个门边去给它再讲解一下门边的编织。好，我们知道边缘了，这里我们2针下针的中间也去加1针。好，2针的下针加了啊，就变成3针了。好，这里织花一样的，你不知道是挑花，你看这里是2根线，所以说这里就织下针。这里是1根线的，我们就上挑再绕线，然后从交叉处上圈再退掉，2根线的织下针，1根线的上挑再绕线向上圈。好，最后2针一定要记住，1针下，1针上，这是每一行正面都是这样子的啊。这个最后2针一定要注意。这5针的话，大家就按我刚才教的，是2根线的织下针，1根线的就挑花。好，反面我们再来看一遍啊，这个是辫子针，辫子针第1针就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这是上针就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这5针全部织下，每次反面这5针全部织下。好，这一行的规律的话就是4针上针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5针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大家重复4针上5针下，一直织到这边。我把这个反面门边再讲解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这里把3针下针给它完成。好，这里就是7针的门边了啊，7针门边这前面的5针，在反面全部织下针。好，最后2针记住，开头这里是怎么织的，反面的话就是一样的，绕线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最后1针是下针。这反面这2针始终是不变啊，我们已经织了一个来回了。这个门边的话，它就是这样重复去编织的。说一下加针的规律，再说一下啊，我们就是织4行再加1次针啊，就是我们完成一个灯笼花以后，就再起另外一个灯笼花的时候去加针就可以了。大点的小孩一定要先加针再去织啊，在排花第1次排花的时候就要去加针。后面的话都是这样子重复去编织的，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。好，上挑织1针下，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就看啊，你看第1次和第3次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它是1根线，我们就上挑再绕线，从交叉处给它上圈再退掉，这里就变成2根线了，我们就织下针。这里1根线的就上挑绕线，从交叉处上圈。没有看懂的朋友多看几遍啊。上挑这样数一下，2、4、6，这是第7针，上挑绕线。好，再上圈，这里几针给它稍微织紧一点，一定要织紧一点啊。好，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3针下针。好，灯笼花的话往里面扣了，
我把这个演示完，后面的大家就自己重复去编织就行了。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是在往里扣，灯笼花又完成了，对吧？大家把反面织过来，正面的话又往外翻的时候又要开始加针的。我这里的话是准备加111次针啊，大家根据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去调整这个加针次数都是可以的。后面的我就不演示了，我们加到111次针，就是我们需要的针数以后再来演示。好，我现在这个加针的话，我已经加够了啊。然后我本来是准备加11次针的，但是我想织长一点。我这里长度的话也是足够有4寸半，4寸半的话只能多不能少啊。然后我来说一下我加了多少次针。这里的2的话就是我们原先有2针的，对吧？那我加了13次针，就是加了13针。那2加13就得就是有15针了。有10个15，那就是总乘以15 ，150针。4乘以11就是这里啊，一共有11个4。啊，这个4，那就是44针。2乘以2加11，就是我们开头因为挖领嘛，所以说前面有2个啊，就是少了2次针。这里的话只有111次加针，加上我们原先的2针，这里就13针，这里也是13针。所以这里26加上7针的2个7针的门边14针，那我现在总针数是234针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分这个那个袖子了。我们从正面给它织过去。袖子的分针的地方的话，就是我们这里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里给它做出来了一个记号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在2、4、2、4，在第2个4的啊这里一边分2针。好，我们先织过来，织到第2个4的去啊。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第2针织下针，然后挑花，这个是一个疙瘩的，我们就挑花。这是2根线的，我们织下针，1根线上挑。然后这个是织下针，我们数一下，2、4、6，这个是挑花，7。好，我们不需要去数针了，这个都是已经排列好了的，我们只要织到第2个灯笼花那里来。现在开始不需要去加针了啊。还有就是说一下，我们最后一次加针在灯笼花往里扣的时候就给它去加针啊，就是先加。这里我们已经在排那个了，就不需要去再分袖子了，就不需要去加针了。如果小孩子比较胖一点的，你想要宽松松一点的，可以去加也没关系。好，我这里就不加针，就直接织过来。我这里已经用记号扣给它做了一个记号啊。你看，这是2，这是4，这也是2，这边也是4，这第2个灯笼花这里，我们先给它用针线啊，给它。好，我们织到这个灯笼花这里来了。第1个灯笼花还是要继续往下去织，到了这边我们就不需要去织灯笼花了。这里有半个，我们也可以先给它完成啊，把它完成掉。好，灯笼花有4针，我们分2针到前片来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先不织，给它圈起来。用大鼻针圈一根别的线啊，用双股吧，到时候我们好圈一点。这样子把这个袖子上面的针数给它圈起来，一直圈到这边的一个灯笼花，意思你看一下啊，中间的话也有一个灯笼花。
好，灯笼花这里有4针，我也圈2针过来，这个是放在我们的袖子部分的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就把这个线给它绑起来，防止脱落啊。这个就是袖子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袖下加6针，如果小孩子比较胖，你想要宽松的，也可以加8针。这里就直接套线啊，套这个线，2针、3针、4针、5、6，好，来连接后片，后片这里也有一个灯笼花，它只有半个了，那我们也给它往里扣掉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全部织过来，这里正常去织下针，灯笼花的话照织，一直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。好，我们要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了，就是这个灯笼花这里啊，有半个，我们先给它往里扣，把这半个也给它完成了。好，剩下的这2针我们传到这个记号扣这里来。什么颜色的线都可以，但是的话，我们尽量双根线啊，这样子我们到时候圈起来的话是很好圈的。这里除了记号扣，那个灯笼花不需要继续往下织了，其余的地方的灯笼花我们继续往下织一点。好，这里也圈2针过来，圈好以后，我们也是把这个给它打个结，防止脱落。然后这里袖下的话，一样的去给它加6针，把线拿着顶到这个食指上，然后套上去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再连接这个前片。那前片的这半个这个灯笼花，我们也给它完成。织下针过来。好，灯笼花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织灯笼花，不需要去加针了啊。这里又开始排花，疙瘩上条绕线穿过去，织下针，疙瘩上条绕线穿上，织下针，1针上针，这样它这个边边你看都是辫子，1面、2面、3面都是辫子。好，反面啊，现在我们就是重复正面反面，第1针条把线绕上来，上条再把线放下去，这5针全部织下针。这里4针这个灯笼花，
好，这里来说一下袖下加针的这6针，大家织的时候轻放啊，就织1针的话，我们就轻轻放着，2个针不要拉很长，2针、3针、4、5、6，好，就这样子就完成了。然后这一边的话也是织下针，我们织的时候放轻一点。后面的话我们就重复去织啊，这个正反都织错板针嘛，都织下针。然后灯笼花继续往下去织，织几个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衣服大小啊。等我织好了，我再给大家演示我们织了几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这里从上往下织，这里一共是织了12个这个灯笼花，我就没有织了。后片的话也是12个，然后这个是中间一个就少了一个，大家也可以也都织12个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的长度，就开始收尾。大家也可以先织袖子或者织帽子，然后其他有剩余的线再把这个下面织长一点也可以啊。那我这里的话已经织了有7寸了，我长度的话我就够了。那我现在织的这是反面，反面的话我们先织1行上下针，然后再来收尾。第1针还是正条，第2针把线绕上来，上条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织1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1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1针下。那后面的话全部按着1针上1针下的顺序把它全部给它织完，织到这边来啊。大家的话把这个我是从反面开始织，等一下在正面去收尾。大家记住，你们可以先把袖子或者帽子织完，织完以后剩有多余的线再给它全部织到这个下半身去，因为它这个也可以当中长款啊。好，上下针的话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自己给它把这一行完成。好，我们上下针织过来了，1针下1针上，1针下1针上。好，再把它翻转。我们现在开始收上下针的尾啊。第1针是正针，我们拨过来，这个是上针，我们就向下去织，然后把第1针挑起来套过第2针，是下针我们就向上，把线从后面放上来，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是上针我们就向下，把线放下去，再绕线勾出，反着来啊。后面的话我们全部按着这个规律，看到辫子我们就向上，辫子是下针嘛，我们向上织，反着来。看到上针疙瘩是上针，我们就向下织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好，我是这样子的啊，穿进去，好，从下面拿上来，绕线勾，大家哪样方便哪样来啊。你看直接向下，这个线在这里不用移了。好，向上，向下。好，大家就按着这个方法给它全部收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还有几针我们一起收完，下针我们就向上，上针我们就向下，下针向上，上针向下。好，收完最后1针的话，我们把线剪断，然后拉紧啊，把线条从这个线圈里面穿过来拉紧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线头给它藏进去就可以了。大家穿在大鼻针上给它藏进去，或者是用这个短针给它勾进去都是可以的。好，长线的话大家自个儿去藏完啊。我们收完尾以后，我们先开始来织帽子啊。这里的话，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线给它解开。好，就是把这些绿色线上
上面的这些针数，也就是我们起了一个82针，给它全部圈起来。圈几针，我们就把这个绿色线给它拔出来，然后接着去圈。好，后面的大家就自己去圈起来啊，全部圈起来以后，我们再来织帽子。好，我们全部圈起来以后，我们从正面开始织。这里的话没办法排花，我们正面的话全部编织下针，全部向下去编织，一边织一边把这个线头给它压上去，然后织的时候也数一下是82针啊。然后反面的话也全部编织下针过来，然后我们到时候再来，跟大家讲解一下正面的一个门边的织法。好，这一个正面和反面啊，织2行下针过去。好，我正面反面织了2行下针，现在我们开始来织这个门边。第一针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第2针织下针，然后我们挑花啊，上挑绕线，从交叉处上圈退掉，然后织针下针，疙瘩上挑绕线，再从交叉处圈过来。这个跟前面织门边是一样的，也是给它错位的。4、6、7，好，然后中间的话就正反全部编织下针，好，一直织到最后这个7针织门边。我们再演示一遍，后面的大家就自己织啊。门边的话跟前面我们织这个门边是一模一样的织法。我们演示一遍啊，这里的话就剩下7针，挑花，绕线。再从交叉处给它上圈，织1针下，挑花，绕线，上圈，织针下，挑花，绕线，向上圈，然后1针下针，1针上针。好，到了反面的话，跟这个下面的是一样的，第1针正挑，再把线绕上来。第2针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然后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一直编织下针到这里来。好，我们织到这边来了啊。这个里每次反面都是织下的，最后2针就是1针绕线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然后再织1针下针。这里的话我们再演示一遍，后面的话大家自己织。每次第1针上挑，把线放下去，第2针织下针。这剩下的5针的话，它是错位去给它挑花的。这里有2根线的，我们就织下针；这里只有一个杠杠的，我们就挑花、绕线、上圈、退掉。2根线的织下针，1根线的上挑、绕线，再上圈，再退掉。就这样子重复去编织就行了啊。中间全部正反都织下针，织到我们需要的长度。我这里准备的话是织6寸，大家的话织到这个6寸的话，我们再来收尾。好，我这里已经织到6寸了，大家量的时候可以多于6寸，但是不能少于6寸啊。我们够了以后，我们就把自己帽子上的针数给它对半分。我这里一边是41针。对半分以后，正面放到就是背靠背，就是我们把正面放在里面，我们把它这里是反面，像那个缝合那个肩膀一样的去给它缝合就行了。前面一根针穿一针，后面一根针去穿1针，这样子向下织，再绕线勾出，然后再2针同时退掉，然后再织1针，然后第2针也织1针，织好以后2针又同时退掉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后面的话就继续1根针上面都是给它织1针下针，你看，然后这里是2根线的，我们一起向下织，这边也2根线一起向下织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
一针的就穿一针，2根线的我们也穿2根线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好，后面的话都是这样子的，大家就全部给它收完。好，这里还剩下2针，我们一起来完成。好，完成以后，把线圈拉长一点，断线，把线桥从线圈穿过，拉紧，最后把这个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自己把它藏完，断线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帽子的话就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袖子。这边袖子我已经织完了一只，我们来演示另外一只的。说一下这个袖子我们穿起来是直着织下去的啊，它是不需要去减针的。这个线上面穿着这些针，我们给它穿在这个4.5的一个短棒针上啊，把它穿到短棒针上，像这样子给它穿上去。一边穿的话，就一边把这个线给它拔一点，穿几针就拔掉。好，穿点就拔掉。好，分别穿在3根针上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它分到3根针上去穿起来以后，我们把它在袖下这里，我们加的是6针，我们也要挑6针的，但是我们给它对半分。左边先挑3针起来啊，一边挑线头给它压上去，2，好，3针，然后过渡的地方我们去给它挑1针。如果比较大的话，也可以挑2针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我在过渡里挑了1针，这里就是总共就是4针。这里全部织平针过来。然后袖子上面有一个那个灯笼花的，这个灯笼花我们在织下针的时候是要去挑花的。它现在是往里扣，所以说我们把外面的1针放到上面来。前面的话都有织法，所以说我这里的话就是演示一下，外面的放到上面往里面扣，然后这里的话，其他的都是织下针，然后再给它织过来。这边过渡挑了1针，那我们这边也要挑1针。如果那边挑2针，这边也要挑2针，反正就是要对称的。好，挑了一个过渡，这边再挑3针，1、2、3。好，挑完3针以后，这一圈就给它挑完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穿织。袖子是穿织的，所以说袖子的花纹是一圈下一圈上。刚才我们已经织了1圈下针了，所以说第2圈我们就全部向上去编织。好，这里我们全部向上去编织就可以了。
好，向上编织，织到这个灯笼花的地方来。注意一下啊，灯笼花的话，我们在反面的时候我们是织上针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圈织这一圈，每次我们在圈织上针的时候，灯笼花这4针我们就向下去织，这4针我们就织下针，啊，其余的我们就圈织全部编织上，然后等下一圈的时候，我们全部织下的时候，灯笼花这里就要排花了，该往外翻就往外翻，该往里扣就往里扣，你就记住一圈下的时候就开始灯笼花排花，该外翻就外翻，一圈上的时候，灯笼花这4针就织下针，然后到第3圈我们又是织下针的时候，灯笼花的话又开始去给它调花就行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第3圈，就是每次我们织下针的时候，这一圈这个灯笼花它是要去排花的。现在我们该往外翻了，那我们就给它调的往外翻。然后第4圈它是织上针的，这灯笼花这4针我们就织下针。大家记住这个原理啊。第5圈我们又要去给它织下针的那一圈，灯笼花就往里扣。然后我这个灯笼花一共是织20个，这样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这样子数20个，我们就灯笼花就不织了。不织了呢，我们就全部就是一圈上一圈下，就这样子啊，一圈下针一圈上针，这样子织到我们需要的长度，然后再织1行上下针，再收尾就可以了。啊，大家自己把这个灯笼花织到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。好，我这个袖子的话，是织了有袖下是6寸，跟正身比的话是比正身短一点的，因为这个衣服它属于中长款。然后我是数了，这里有数这种疙瘩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2、24、26、28、30、32、34，就两边都有34这样子的疙瘩了以后，我们就织一圈上下针，然后再来收尾。那我这里就来织上下针啊，记住袖子它是没有减针的，我们是直筒织上来的啊。一针下，一针上，上针织完把线放下去，再织一针下，下针织完把线放上来，再织一针上。好，大家就按着一针上一针下的顺序把这一圈给它织完，织完再来收尾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还有最后一针，把它完成。完成以后的话，我们接着来收尾。这个是下针的话，我们就向上，针要放到线下面去了，我们向上。这个是上针，我们就向下，然后把线从后面放下去，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。是下针就向上。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一针，套过第2针，是上针就向下，把线放下去，这个就是给它反着来。忘记了就看这根线，这根线在下面，我们就向上。线在上面，我们就向下。好，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，大家按着2种。你觉得哪种好记就按哪种去记它的规律，给它把这一圈收完就可以了。这里还有几针，我们给它收完。
好，最后一针把线圈拉长，线头剪断，线条的话从线圈这里给它穿过去拉紧就行了，然后把这个线条穿在大鼻针上去给它藏起来，跟第一针去给它连接啊，然后连接好以后，我们就给它藏到里面去。好，藏好以后我们断线。好，衣服的正身我们就完了。现在我们来织这个衣服的带子和钩小花。我们先织带子吧。这织带子前面给它留长一点点的线啊，先打个线圈，套到针上去，然后给它起2针，这里套上去的算1针，再绕线钩出，套到左针上去。好，这里就2针了。这2针我们织那个带子，这2针我们全部织平针啊，像织下针一样。织好以后呢，我们再给它从左边往右边划过来，接着去织下针，就重复这个动作去织。好，又往左边往右边移，继续去织下针。重复，好，大家就知道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。如果说你不知道多长的话，大家可以知道1米以后的话，我们就圈在这个衣服上面去，然后就看一下长短。大家先织着，啊，具体织多长，我织完再给它量一下。好，我这个带子的话，我织了，我来量一下。对折的话是52厘米，52厘米差不多就是31寸。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够不够，我们就先把这个带子给它穿在这个衣服上，先给它穿过来，你的这个边，这个门边的1/3的地方。好，就这样子穿。先把这个带子给它穿一点进去。花上面的部分，就是帽子部分。这边也是一边的1/3的地方出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带子穿起来以后，就这样子去给它比划，这个长度够了，我们就不用去织了。如果长了，大家就裁一点啊，你不需要那么长的，你就裁一点。这个我们织长了一点。好，我裁一点啊。所以说大概就大家自己织了一点了以后，你就给它穿在衣服上，然后给它收尾，2针并1针，最后1针把线拉长，这边线头也留长一点，到时候缝那个花朵。好，线条从线圈穿过，拉紧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带子我们织完了，我们现在来钩那个花朵。我们现在来钩那个小配饰。我们如果衣服比较大，花朵就钩大一点；衣服比较小，就花朵钩小点啊。我这里是39针的一个花朵。现在我用一个紫色来演示。先右手把这个线头拿着，放到我们的左手拿着，然后从这个食指这里套过来，
放到中指上，大拇指给它按着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起针，钩针放到线下面去绕一圈，捏着交叉处，然后钩针放到线的左边，绕线钩一针出来。好，这个是锁针。好，后面继续钩针放到线的左边，绕线钩一针出来，这成了一个辫子，就代表一针。钩针放到线的左边，绕线钩出来2针，钩针绕线3针。好，4针，大家这样子钩39针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。好，39针以后再钩一针，这第40针的话我们要空的。好，现在从开始绕线穿到第39个辫子这里穿进去，压线钩出。好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3针一起退，这个是中长针啊。后面重复钩针绕线第38个 V 字这里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然后绕线也是3个辫子同时给它退掉。好，重复这样啊，我们钩39个中长针，绕线从这个 V 字这里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3个辫子同时退掉。好，大家就这样子去把每个辫子给它钩一个中长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里还有一针，钩针绕线，然后从这个 V 字这里穿进去，然后绕线钩出，3个线圈绕线同时退出。好，钩完以后，钩针1针辫子，2个辫子，3个、4个、5个，5个辫子以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是1针、2针、3针。好，第3针下针压线钩出，钩针上2个线圈绕线同时退出，这是短针。后面重复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1针、2针、3针，第3个辫子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绕线2针同时退，然后又是1、2、3、4、5，数1、2、3，第3个 V 字这里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绕线2针一起退，这样子我们一共要钩13个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圈圈出来。说每次钩完就钩5个辫子，3、4、5，1、2、3，这样子去把这一排全部钩完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钩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最后一个给它钩完。钩完以后翻卷，我们从这个圈圈里面先穿进去，压线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钩7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好，穿进去压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根线圈，绕线退2针，再绕线退2针，这个是长针的钩法啊。后面就重复钩针绕线，穿进去压线钩出，好，绕线退2针，再绕线退2针，2针了，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。好，7针长针钩完以后，我们再钩一个短针。好，大家如果衣服比较大，可以钩8个长针也可以啊。好，后面的话就重复一个圈圈里面，先一个短针，然后7个长针，再一个短针，重复这样子，每个线圈这里面去都是这样钩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组，后面的大家就自己去完成。1、2、3、4、5、
6、7，然后从一个短针里面勾出一个，从线圈里面勾个短针结尾，然后后面的大家就自己这样子，一个短针，7个长针，一个短针，后面都这样子勾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给它完成，勾个短针，好，就可以断线了。然后把这2个线头给它打结固定起来，然后把线头给它藏起来就可以了。大家钩3朵同样的花。如果说想用别的做配饰的，做毛球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花纹做配饰的都是可以的。好，钩3朵同样的花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灯笼花下面，我们钩一个小花朵，大家也可以钩其他的配饰都可以。我们现在来演示这个小花朵的钩法。首先把这根线呢放到我们的左手大中指上，绕一个线圈，大拇指按着交叉处，钩针从线圈穿过去，压线钩出，然后绕线钩一针，然后钩针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然后绕线的话2针一起退，这个是第1针。好，后面重复，钩针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好，绕线2针一起退。它这一个 V 就代表1针啊，这样钩了2针了，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绕线2针一起退，3针，我们一共钩8针，4，把线圈拉小一点，5、6、7、8，然后把这根线拉紧，短线拉紧，从最后找到第1个 V 字啊，这样子，第1个 V 字穿2根线，短线头一起压到钩针上，给它长线。好，绕线2针一起退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，这里就是1针短针了，然后我们钩针绕线，第2个 V 字这里穿进去，压线钩出，然后绕线退2针，再绕线退2针，意思这边都钩5个辫子针啊，就是长针。我们第一针里面钩的是一个短针，那第2个 V 字这里钩5个长针，就是一个花瓣。2针，同个地方，3针，4针，好，5针，第3个 V 字钩1个短针，好，第4个也是钩5个长针，就是一个花瓣，一共是4个花瓣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在下个 V 字里钩个短针，好，继续又是5个长针，现在钩第3个花瓣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一个短针，线头到这里，大家可以给它剪断了。然后钩第4个花瓣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最后一针钩个短针，或者是钩一个引拔针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留的时候线头留长一点，然后把线拉出来。大家有多少个灯笼花，我们就钩多少个这样的小花朵。
然后把这个线头穿到大避针上，把这根线穿的尽量离这个中心点近一点。我们这里看啊，前片一边一个，袖子一边一个，就4个了。然后后面的话有3个，一共是7朵这个小花。给它弄好以后，给它缝到这个衣服上去就行了。把这个小花朵固定上去，从中间穿出来，4周去给它分别固定起来。我这个颜色它是比较浅，所以说我这里都是勾的同色的啊。大家如果是深色的颜色，也可以勾不同颜色的花朵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朵固定在后面，然后长线、断线就可以了。大家自己把所有的花朵缝好以后，我们就来缝这边的。来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带子上，我们说了线头留长一点的，我们把这线头穿到大避针上去。好，把这个花朵给它转，这样子转。想要紧点就转紧点，想要松点就转开一点啊。好，转好以后，先尽量的也是靠近中心点这里穿进来。好，就倚着这个花朵啊，就这样子，一边穿一边把这个所有的给它固定起来。把这个花朵慢慢的给它固定好。好，固定好以后，大家就给它打结固定藏起来就行了。线有多了，大家就多固定几次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两边的，大家都这样子给它缝合完以后，我们还有一朵花朵，我们把它给它转出一个花形，然后穿根线，在花朵后面给它固定这根线。好，固定好以后，还是一样的去把这个所有的花朵去给它固定起来。好，花朵固定好以后呢，我们就给它固定在这个针尖上啊，帽尖上。
花朵重复的在帽尖上再固定一次，这样子就是要牢固一点。然后给它打结固定。好，所有的花朵都缝合完毕以后呢，我们就给它去缝扣子就可以了。这里不需要扣眼的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扣子，我们离这个线2根手指的地方去给它缝一粒扣子。把线固定，再把这个扣子给它固定到这个衣服上去。多固定几次。好，固定好以后，去把这后面的给它打结长线就可以了。大家如果衣服比较大的话，就多缝几颗啊。我这衣服比较小，我就缝2颗就可以了。我在这里缝一个，剩下的大家自己缝。好，给它缝好以后呢，我们的扣子就给它扣上去。因为这里这个毛线的韧性比较大啊，我们不需要留扣眼，它就直接可以扣上去。好，这样子笔画齐。扣子在哪里？扣子在这里，我们用手按着，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戳一个洞，然后扣子就可以从这里穿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这件毛衣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这里是适合一个2到3岁，1岁小朋友1岁多也可以穿啊，穿到3岁的一个小大衣。好，这个是帽子。